那麼這裡既然不能放置太多的植物的話，我们还得找一些資產。右邊放一個走廊試一下。這個走廊為什麼這麼小？這個面積有限啊，但是我們去拼一個連廊的話，還是可以拼出來的。本來想通過這個河邊去增加一個小橋梁的，但是我們這個公園，我發現了它可以為我們創收的問題，所以這個橋梁就不再加了。想一下啊，這兒要不要增加幾個人行道？把這個旁邊盡量把它給堆滿。OK， 就加這麼多吧。稍微不規則一點點。從近處來看的話，其實這個位置還是可以的，水泥地也要保持一部分。首先從大小上的話，把這條線淘汰了，左邊的又太寬，那麼只剩下它了。那麼我們就利用這條路，可以在這兒呢去增加幾個觀景的路線。它正好還帶了一個照明燈，我們在後期去看城市夜景的話，是吧？可以為我們的城市去增添一點光彩。我去，這樣去對齊的話，不是太好看呢，大哥。做一個小型的隱藏，你比如說啊，比如說這條路啊，左邊對齊這個馬路，右邊延伸到河堤裡，其他的道路就可以刪掉了，然後把它複製一下。為了統一一點，我們看一下這個花，這花好像比剛才還好一點。哎，你看，把它組合到一起以後啊，它就多少有那麼一點點立体了。但其實如果城市這樣去做的話，它也不是不可以，是吧？鑑於我們的河堤後方還有很大的空地，如果全部這樣做的話也不行。那麼我們可以把整體現在全部圈在一起，複製了以後啊，來到對面。穿插着來幾點就行了。其實水泥地涂到這個位置就夠了，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延伸了。至於中間的空地呢，我們就用一些現成的資產把它給堆滿。這個好像剛才在公園裡面用過了。先隨便放，等不合適的地方，在後期再把它給拆了。前方的這個紅綠燈就不用取消了，這個海邊稍微進行了裝飾一點點。本來計劃蓋房子的，後來我想了一下，我覺得這個海岸，我們把這個旁邊再擴進2-3倍，最起碼風格是接近了。然後接下來我們繼續去發展人口的話，就想一下，我們作為這個山上最繁華的區域，這一片肯定是要蓋的密集一點。那麼旁邊的話，旁邊可以放一些沒有那麼密集的住宅區，比如說我們現在打開401的選項啊，找到可生長的住宅區。這樣吧，稍微向右邊來一點點啊，我們按照這個筆直的道路把它這樣放置。遊戲可以加速一下，蓋房子的時候我們可以看一下把那個房子挪在哪個位置，比如說讓2個房子讓它進行交叉。這個地形沒有平整啊，根據大家的需求。哎，然後我發現這個房子它是不是可以放成一排呀？但是鉴於這個陽光的問題，我們最好是能夠把這個房子稍微錯開。那前方的土地看起來為什麼這麼難受？來吧，把這個地形稍微動一點點啊，要不然看起來太奇怪了。現在刷子大小34，蓋了房子以後動不了。後方的道路連接了一個小天橋，前方的道路如果說把它給抬起來的話，我們只能從這個位置開始。然後這樣啊，可以把這邊的道路先圈起來，然後呢再对齐一下後方的高度，這樣會不会好一點？好多了啊，现在看起來好多了。那邊高一點的話反而顯得更立體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地面給整體抬高了。至於左邊這個坡道啊，我們還得把它稍微平滑一點點。
不影響汽車通行啊，这里是没有问题的。至于上方的土地，必須得用到一個柔滑的工具。OK， 然後這些居民區他們現在沒有電了，沒有電的話，我們可以在旁邊去放置一個小廣場。這個小廣場我們是不用擔心它的地形問題的，基本上沒有問題。就是這個小廣場可以適當的再向後面移動一點點，把它整體的風格要變得統一。至於這個縫隙裡面呢，我們就粗暴一點啊，放一點小樹遮擋一下。那麼前方的這條道路它明顯是高出來很多，我們必須得把它修補一下。哎，來，我們這個時候可以換一個資產，然後呢，把這個資產整體給抬高一點。哎，我去，把這個坡道給分隔開來，後續我們在這兒拉單軌列車的話，它也會比較漂亮一點。然後下方就可以暫時先不動它了。再次的選擇一條2車道公路，然後沿着這個山脈，我們去拉一條直線。哎，比如說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房子圈在一起，是吧？複製一下就行了。從這個位置來看的話，後面的房子還是統一一點好看，但是這個房子不能蓋得太密。哎，這個啥意思？怎麼升級了？我們趁着它沒有升級呢，可以在旁邊先去放置一些商店啊，高密度的商店。現在這個區域看起來差不多了，風格雖然房子也是亂放的，但是風格整體看起來還是比較統一。就是有一些市民生病了，因為我在旁邊去放置了一些高密度的商業，這個商業呢，它會產生一部分的噪音。在遊戲裡設定這個商店最好不要和居民區放在一起，但是我要的是一個視覺上的效果，所以作為經營來說，我們在旁邊去放置一個醫院就可以了。這個區域好像還沒有一個大型的醫院，把遊戲先暫停一下，要不然某些房子它就廢棄了。找一個比較便宜一點的醫院，這個醫院每周維護的費用才16塊錢，直接把它放置在居民區的後方。可以出動23輛救護車，病人數量750，問題不大。這些救護車呢，馬上就會來到居民區，把這些快去世的市民帶走。哇，現在到處都是擔架車。目前路網的話問題不大，先把航拍這個視角去做順眼一點，我看起來太難受了。比如說這個人工湖啊，看起來有點粗糙。